哪怕希望渺茫，为爱的坚守也能点亮生命。光阳二三事，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我是阿月，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一起来看又见奈良。故事开始前，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如今光阳二三事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阿月在此先行谢过，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2005年，日本奈良，食材在铁锅中翻炒到滋啦作响的声音飘荡在这间居酒屋中。26岁的服务员出美一丝不苟擦着酒杯，而她的眉眼让一旁用餐的高仓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只是女儿前些年嫁娶东京，就很少再回来探望自己。高仓忍不住和出美多说了几句，却注意到出美的口音有些奇怪，便想知道她是哪里人。出美顿了一下，才说自己是日本人。紧接着，她为高仓斟满一杯中国产的白酒，就走出门接起父亲打来的电话。出美与父亲交流时，那一口流利的中文明显比日语更加地道。而让她惊讶的是，远在中国的惠明奶奶居然要来奈良寻找她5年前就已失去联系的养女丽华。原来丽华是一名日本遗孤，而她的来历要追溯到1944年的二战期间。那时日本为了实行移民侵略，向中国东北派遣了33万农民，史称开拓团。可等到45年日本战败，开拓团大规模溃逃，4000余名日本儿童遭到遗弃，被中国当地家庭收养。一边是不共戴天的国恨家仇，一边是无助揪心的婴儿啼哭。在东北那个漫长又寒冷的雪夜里，陈慧明最终选择了这个尚在襁褓的女娃娃，并为她取名陈丽华，将她抚养成人。1972年中日建交，丽华得知自己日本遗孤的身份，于是等到1994年，年过50的她便根据政府提供的线索，孤身前往日本寻亲。一开始，丽华还与慧明保持着书信来往，可最近几年，她突然没了音讯。在东北待了近一辈子的慧明实在放心不下，便决定鼓起勇气来日本找养女。而他的寻找方式也很质朴，那就是根据丽华曾寄来的信件地址去实地一一打听。出美接过被慧明小心包裹的信封，看着上面五花八门的地址，暗暗长叹，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事实上，出美在日本的生活也并不轻松，她白天要在工厂包装柿子，晚上又得去居酒屋兼职，闲暇时还要做点手工活，像这种牙签做成的小旗子，每100个也才挣50日元。而慧明来日本寻亲的这段时间里，就住在他的家中。但即便如此，出美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去照顾慧明，因为他对自己全家有恩。原来出美是2代遗孤，他父亲当年被收养时，养母根本没有奶水，要不是慧明的哺育，父亲早就饿死在了东北的街头。出美为此专门阔绰一把，买了慧明最爱的螃蟹。可慧明看着活螃蟹那滴溜溜的小眼睛，忽然生出一股怜悯之心，怎么都不肯吃这个螃蟹，让他随便下点面条就好。而慧明本来是带了出美父亲专门塞给出美的酱牛腱子和风味腊肉，没想到肉制品过不了关，如今就只剩下些酸菜。出美闻言连忙扑到行李箱边，看着那熟悉的酸菜，刹那间久远的味蕾记忆被激发。小时候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品尝大锅里酸菜炖肉的画面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这既是对家乡味道的渴望，也是对父母的深切思念。中国，他真的太久没有回去了。次日一早，出美带着慧明找到信件上的第一个住址，不出他所料，开门的是一个陌生老头。对方表示自己从没听过陈丽华这个人。更糟糕的是，丽华在日本生活这些年，竟从没跟慧明提过他的日本名字，而仅凭一个中文名，在日本找人就如同在茫茫大海里捞针，无疑大大增加了寻找难度。无奈之下，出美又根据丽华寄来照片的背景建筑，带慧明去了奈良的兴福寺。他接过慧明的相机，专门在同样的地方
为慧明留下一张与丽华角度相同的照片。此时与彼时跨越了若干年，却终于能于今天同地而游，看女儿看过的风景，照女儿照过的相片，或许对于慧明来说也算是不虚此行。中午时分，两人正在长椅上吃着便饭，慧明便突然起身，将包中一直揣着的螃蟹丢进眼前的湖水中。原来他想通过放生螃蟹祈求神明保佑自己寻女之路顺遂。初美对此却是哭笑不得，她买的是海蟹，根本适应不了这淡水湖，如今被慧明强行丢进一个她根本无法融入的环境里，等待她的就只有死亡了。您杀生了？初美下午还要去成人日语学校上课，便留慧明一人在家休息。可慧明想着帮他多分担些，便做起手工活。结果在整理课本时，无意翻出一张初美和一个男人的亲密合照，紧接着照片上的男人便找上门来。这是慧明第一次独自面对日本人，他慌张到大脑一片空白，嘴里不受控制地蹦出俄语单词来试图与对方沟通。男人自然是听得一头雾水，最后还是拨通初美电话，让他与慧明沟通，才顺利进屋开始收拾属于自己的东西。慧明这时才察觉到男人极有可能是初美的前男友，此次前来就是要彻底分手的。想到这里，他便故意用俄语对他说再见，因为发音与日语的混蛋近似。八嘎。而回到日本的战后遗孤被统称为归国者，初美便根据父亲给的纸条打给奈良的归国者协会会长山田，准备询问丽华的消息。可他刚用日语打了声招呼，电话那头就立即被人挂断。重复了3、4遍都没能拨通后，初美也没了办法。晚上，初美便带慧明来自己打过工的居酒屋用餐，而两人用中文交流的动静瞬间吸引了一旁的高仓。迎着高仓饱含笑意的眼神，初美想起来前不久自己曾在他面前自称是日本人，便解释自己其实是中日混血，小时候在中国长大。而在得知高仓是一名退休警察后，初美又立即来了兴趣，没准能从他那里得到关于丽华的线索呢。在征得慧明同意后，初美便将有关丽华的所有事完完整整告知了高仓。而高仓看着慧明的满头白发，不由暗叹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便是垂垂老矣，也还在为子女四处奔波。事实上，慧明今年已经76岁了，他也曾有过一个亲生儿子，可惜后来夭折了。所以对于慧明来说，丽华是他唯一的孩子。而远在异国他乡的孩子，有一天突然销声匿迹，换哪个母亲来能放心得下呢？可高仓端详了丽华照片许久，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初美刚刚燃起的微弱希望便又熄灭了下去。用完餐后，众人各自散去，等待高仓的是空无一人的屋子与供台上亡妻的照片。为缓解心中汹涌袭来的寂寞与想念，他再一次喝到不省人事。而另一边，初美与慧明则是敷着面膜，挤在同一盆暖乎乎的热水中，惬意泡着脚，拉起了家常。慧明问起白天的男人，初美便坦诚那确实是刚分手的前男友，因为性格不合，所以没能走到一起。慧明信以为真，还劝他别为了外界关于年龄的舆论压力就随随便便嫁人。但事实上，两人差点就到了结婚那一步。可自小在中国长大的初美，作为2代遗孤，就算祖籍在日本，就算如今在日本定了居，有了工作，在男友父母眼里也还是不折不扣的外国人。而他们拒绝接纳这样的初美，在2人的强烈反对下，初美这才不得不与男友分了手。由于没能拨通会长山田的电话，初美便在第2天准备直接带慧明去找他。可厂里的老板不好说话，初美畏手畏脚，赔了半天不是，才请到个临时假。她来到公园，发现慧明正拿着相机与当地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初美见状忍不住感慨，究竟何时自己才能真正融入这个日本社会呢？两人随后来到废旧汽车处理厂，终于见到会长山田。初美用日语礼貌地自报家门，而山田一听她是大刘的女儿，立即操起一口中国话，让她别说什么日语了，自己又听不太懂，还是说中文最自在。昨天山田之所以挂电话，也是因为一听到摩西摩西就不想和人用日语沟通。
原来他自小在东北牡丹江长大，后来是养父母都不在了，才来日本寻亲，结果这边的家人也都纷纷离世，留他一人在日本不上不下的讨着生活。在得知慧明两人的来意后，山田无奈地摇了摇头，因为据他所知，奈良的一代归国者有6个，可从没听说过有谁姓陈，加上平时大家也不怎么联系，各忙各的，哪有时间凑在一起分享情况。这不，山田刚没说2句话，工头就在那边嚷着让他赶紧回来开铲车。慧明与初美再一次无功而返，可就在2人发愁时，吉泽突然打来电话，称自己几年前可能见过丽华，具体在哪里他却记不清了。吉泽便拜托初美读一下最近一封寄来的信件，看能不能帮助自己恢复一些记忆。而这封信件的寄出时间正是丽华来日本的第6年。从丽华在信中的描述可知，她已经过上了还算不错的日子，能用日语和人流畅沟通，工作也很稳定，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股昂扬向上的朝气。可也正是因信中呈现出安稳美好的生活状态，才使得慧明心中的担忧愈发浓重。既然生活一切顺遂，女儿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好在吉泽对寻找丽华这件事格外上心，他此番喊2人前来，也是因为提前约好了老同事，曾在警察人事科任职的高仓，打算待会儿见面问问他有没有关于丽华最近这封信上所写地址的公寓房东消息。然而高仓并不在家，最后吉泽还是在葛城球场品尝大会上找到了醉醺醺的他。高仓了解缘由后，又去联系其他人，最终辗转多次才拿到公寓房东铃木如今的具体位置。3人立即出发前往铃木的居酒屋，而铃木一听慧明来自中国，立即摆出最热情的笑容，介绍自己去中国时玩得有多么开心，店内又有多少包含中国元素的东西。吉泽不得不打断他的发言，拿出丽华照片，询问他有没有见过这个人。铃木若有所思点点头，而他在得知丽华是日本遗孤后，立即露出了然的神色。难怪当时自己跟他完全无法沟通，原来这是个中国人啊。初美闻言，心中隐约泛起一丝不对劲。丽华阿姨不是在信中说她的日语已经很流利了吗？怎么铃木却说他们无法沟通呢？但考虑到身旁的慧明，初美不想徒增她的担心，便没有提出疑问，而是继续追问丽华的下落。铃木却摇了摇头，丽华早在多年前就从公寓中搬走了，而他也忘记丽华的日本名到底叫做什么。但铃木还记得，当时年过50的丽华，由于找不到安稳工作，付不起房租，自己便让她来店里工作过一段时间，负责油炸豆腐甜甜圈。丽华人很好，很能吃苦，可惜说来惭愧，那时外国人在本地的名声并不好，所以店里丢东西时，铃木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丽华。因此丽华离开了这里，再也没有了消息。好不容易查到的线索再次中断，慧明深夜回家，捧着从店里买来的豆腐甜甜圈，眼神中满是思念与失落。他轻轻咬了一口甜甜圈，想象这就是女儿曾经亲手炸过的，仿佛这样就能离女儿更近一些。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慧明心中的苦涩却难以言表。丽华啊丽华，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呢？而今晚不仅是属于慧明一个人的难眠之夜，吉泽回到只有自己的家后，无边的寂寞再度袭上心头。信箱里依旧没有女儿寄来的信件，电话里也没有女儿的留言，家中有的只是一片可怕的静默。吉泽白天跟随慧明二人奔波一整天，可他不仅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干劲满满。于是吉泽在床上辗转反侧，最终还是拨通了初美的电话。吉泽其实撒了个谎，他从没有见过丽华，而他此时让初美再念一封信，嘴上说的是寻找线索，可真实的原因却是他太想和这个与女儿年龄相仿的孩子说说话了，想了解如果是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也会像丽华一样给自己寄来这样一封信，而那信里又会写着怎样的日常琐事和心情感悟呢？在初美念信的过程中，吉泽就这么静静地听着，想象着电话另一头是女儿在和自己报平安，渐渐进入了梦乡。而初美通过这一念，还真在1995年10月的这封信里发现了新线索。
眼前这张笔触稚嫩、色彩却清新宜人的写生，上面画有一棵果树。丽华在信中提到一名管理员，也很喜欢这张画，但他画完后还是送给了慧明。同时丽华还特别提到，虽然管理员是个聋哑人，可奇怪的是两人之间反而没有任何沟通障碍。初美意识到丽华似乎与这个管理员的关系很好，或许找到管理员就能离找到丽华更近一步。于是次日一早，他便喊上吉泽，一行三人再次穿梭于奈良之间，寻找那个不知在何处的管理员。可他们花费一上午找遍奈良大大小小的角落，甚至来到一座荒废寺庙，都没发现管理员的踪迹。就在众人迷茫之际，初美突然注意到眼前的一棵树，形状和丽华笔下的果树一模一样。他当即打起精神，留慧明与吉泽在原地等候，自己先去前方探探路。等待期间，由于语言不通，慧明二人一时相顾无言。为打破这些许尴尬的沉默，吉泽主动拿出钱夹里的合照，向慧明分享自己年轻时的模样。而慧明比了个大拇指后，也交换了自己年轻时的照片。随后他还兴致勃勃教起吉泽做手工，友谊便在二人的相视一笑中悄悄生长。此刻阳光正好，枝头在微风中摇曳，两位空巢老人用陪伴的温暖驱散了彼此心头的孤寂与落寞，仿佛这条寻亲路也变得不再那么沉重。而初美离开后，先是用慧明带来的相机拍下画中的这棵树，随后又沿着小道终于找到了丽华信中的管理员中刚。所幸中刚还记得丽华，但遗憾的是他并不知道丽华如今身在何方，因为丽华10年前血缘鉴定失败后就被人赶去别的地方寻亲了。自此以后，中刚再也没听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慧明闻言，一颗心瞬间揪在一起。10年前的女儿还是刚来日本呢，他不敢想象一个举目无亲、语言又不通的孩子，孤身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会遭遇怎样的冷眼相待，会经历多少的艰难险阻。可是那些被驱逐的无助，被诬陷时的委屈，在女儿曾经寄来的信件中竟只字未提，反倒是一直说她过得很好，让自己不要担心，自己还真的信以为真。泪水逐渐模糊了慧明的眼眶，自责如潮水般在心中翻涌。他知道自己不能就此停下，他必须找到女儿。可就在大家要离开时，不能言语的中刚突然敲响寺庙的钟声，因为他记得这附近还住着一户归国者，也许他们能提供给慧明想要的信息。在中刚的带领下，众人见到了那名归国者西文。中国人啊！随后他们沿着乡间小路，穿过错落有致的耕田，路过挂满柿子的果树，最终停在一处偏僻山脚下，抵达了西文的家。和大多归国者所面临的问题一样，西文和妻子淑珍体内虽然流淌着日本的血脉，然而迥异的文化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在当地始终格格不入，渐渐被整个社会边缘化。于是夫妻俩索性就关起门来，在这犄角旮旯里过着中国人的生活。对于西文来说，日本只是证件上的国籍，中国才是他真正的故乡。他与妻子在家中用东北方言畅快交流，会收看中国的节目，还专门安装了电视卫星接收器。不过到了孙女这一代，由于出生和成长都在日本，已然是个地道的日本人，别说东北方言，就连中文都难以说出一句。而西文之所以会认识中刚，是因为中刚当年也是在中国出生的，不过一出生日本就投降了。紧接着他在跟随母亲逃回日本的路上生了场大病，病好后就成了聋哑人。但中刚当年还有个姐姐留在了中国，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西文听说过丽华的事情，可也仅仅局限于中刚了解的那些，并没有更多的新线索。而慧明知道这条寻亲之路并不好走，也没流露什么太过遗憾的神情，就当是拜访一下老乡了。可他低估了西文夫妇俩对大家的热情。两人自从知道他们来自中国，又是拉他们来家中做客，又是留大家吃晚饭，餐桌上摆着最经典的猪肉大葱馅饺子，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家的味道。不仅如此，西文二人兴致高涨，甚至还来了一段无实物表演的京剧《穿林海一句刚出》。慧明便知道
他们唱的正是在东北家喻户晓的智取威虎山知名片段《打虎上山》。虽然他们的腔调并不专业，可举手投足间都流露着对故土的浓浓眷恋。在希文与淑珍不舍的目光中，慧明三人踏上返程的路途。此时夜色已深，奔波一天的慧明坐在后排渐渐有了睡意，而开车的吉泽沉默已久，才向副驾驶的初美坦白自己没有见过丽华的事实。初美并未流露惊讶的表情，因为从最开始吉泽被问到丽华时支支吾吾的状态，他就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但初美见过吉泽女儿的照片，也没觉得自己与她有哪里相像。吉泽无奈笑了笑，也许是神似吧。女儿上学时也在居酒屋打工，但她那时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家人。等到妻子去世，自己退休，突然歇下来时，才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孤零零的老人。可女儿早已嫁去东京，离开了自己，所以她在看见初美时，总是忍不住多关心她几句。吉泽有些好奇，初美作为二代遗孤，她的爸妈如今都在哪里？说起这个，初美也是一肚子无奈。父母来日本待了没多久，便又回中国生活了。而父亲当时并非是没有寻到亲人，相反，他找到了自己的姑姑和堂哥，但他们害怕父亲会来分家产，就没相认。亲情的淡薄与陌生的国度，使得父亲认为还是回去更自在。而初美没有离开的原因也很简单，外面的世界虽然艰难，但也很大很广阔，她还是想趁年轻拼一拼。就在这时，曾在人事科任职的高仓打来电话，嘱咐吉泽别再寻找丽华了，因为他已派人查清丽华于4年前就去世了。多次血缘鉴定失败，使他一度被扫地出门，流落街头。而丽华最初的满心期待与憧憬，在现实的冰冷中渐渐破碎，最终无法在故乡生根的他，蜷缩在公寓里死去多日，才被房东发现。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丽华都没找到自己真正的亲人。生前还是多亏了一名好心律师的帮忙，才得以恢复日本国籍。而丽华在日本的名字叫做上村明子，上村是那个律师的姓，明则取自他中国母亲的名字慧明。初美一时间泪如雨下，慧明则因熟睡没能得知这个噩耗，等回到家还悠哉悠哉泡起脚来。而初美思来想去，还是决定隐瞒丽华的死讯，毕竟慧明年事已高，留一个念想总比直面痛苦要好得多。他在一旁摆弄相机，结果打开后盖时忽然愣在了原地。在这一路的寻亲之旅中，他不断用镜头去捕捉每一个值得铭记的画面，一路追随丽华的踪迹，一路记取途中的点点滴滴。可此刻才发现，相机里根本没有放置胶卷。一股浓烈的悲伤袭上初美心头，她只觉这一路来的努力仿佛都化为了虚幻的泡影。于是初美难受到晚上睡觉时，还在枕边不断小声啜泣，吓得慧明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可在得知仅仅是因为相机里没放胶卷时，他不由长长舒了一口气，笑骂初美没出息，没照就没照呗，反正那些与大家同行的时光都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那照片都在我脑子里了。次日，初美去工厂上班，休息时分接到了希文打来的电话。原来他打听到有一个一代遗孤嫁到增城3、4年了，岁数样貌都大致符合丽华的情况。希文建议初美他们找过去看看。挂断电话后，初美在休息室犹豫了很久。她其实可以确定丽华已经去世了，不然她不可能会突然断这么久的联系。可万一呢？万一还有奇迹呢？因此初美不顾老板的指责，拼着被开除的风险，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工厂。而吉泽也选择和他继续陪伴慧明寻亲。对他们而言，这不仅仅是为了慧明，更是在各自陷入困境的人生中拼尽全力做的最后一搏。三人彻夜赶路来到增城，最终将视线锁定在一户装有电视信号接收器的人家里。因为新闻说过，有这种装置的基本都是归国者家庭，可他们敲了许久的门都没人来应答。三人只好沿着小路继续向前走去，却在不经意间目睹了一场乡间法事。这是一个人头攒动的祭典，
整个村子的人应该都聚集了过来。庄严肃穆的鼓点在山间回荡，燃烧的篝火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就如同那些名之神奇的存在，或许缥缈难寻，却依旧在祭典中虔诚跪拜的信徒一般。三人打起精神，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认真寻找起那个或许并不存在的身影，因为只要怀有那一丝希望，他们就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尽管最后三人也还是一无所获，但慧明心中的失落却被身旁始终相伴的身影悄然冲散了不少。其实凭借着点滴迹象，他也多多少少悟出了真相，可慧明还是保持了沉默。他想用沉默去守护心底最后的一丝期望，用沉默对于这在萍水他乡陌生土地上偶然所得的一份温情报以无法言喻的感激。三人在将明未明的夜幕下行走，慧明突然想起女儿刚到日本时写给自己报平安的书信，她说她找到了亲人，她说她来到了奈良，而他们终会在奈良相逢。全篇完。哦，对了，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让我们每晚在光野23室相互陪伴。日子再艰难，光也会从缝隙中钻出来。又见奈良是2020年的中日剧情片。60年前，丽华是被父亲遗弃在中国的孩子，60年后，她又是被日本社会遗忘的边缘人。从遗弃到遗忘，这几乎是归国的战后遗孤的普遍命运。但对于这个略显沉重的历史话题，电影只是通过一段段内敛含蓄的剧情，通过3个没有血缘关系之人的温暖相伴，冲散了那份历史阴霾带来的压抑与悲凉。即便命运残酷，人间仍有真情美好在。而正如慧明寻亲这一路上不间断地遭遇问题，没有人的生活会是一帆风顺。记得去年春天，我满心欢喜在土里播下花种，期待夏天开满繁华的景象。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浇水施肥过后，等来的却是寥寥无几的嫩芽。心中的希望瞬间被失望代替，感觉先前的心血都白费了。可在一个雨夜过后，一丛丛绿芽从土里探出头来，原来那些之前没发芽的种子一直在默默积蓄力量，看似落空的希望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转化为更大的惊喜。我当时庆幸还好没有放弃，庆幸日子再难，原来也总会有拨云见日的那天。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室的播客列表，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室，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